这里是王二说，分享读书知识观点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订阅和点赞。自从新冠病毒出现以来，针对病毒的药物和疫苗研究就迅速展开了。目前全球已经有多个疫苗进入临床研究阶段。要彻底结束疫情，回到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，一个安全有效的疫苗可能是最好的答案。预防性疫苗接种是医学史上最有效的挽救生命的措施之一。在过去的1个世纪，人的平均寿命大幅度提高，主要是由于婴幼儿死亡率的大幅度降低。19世纪，有近一半的儿童在成年之前夭折。到了60年代，全球儿童死亡率下降到19%，2015年下降到4%，这和公共卫生条件改善、医学进步及疫苗的普及密不可分。迄今为止最成功的疫苗是天花疫苗。天花曾经是令人恐惧的烈性传染病，它的标志之一是带脓浆的包痘，患者即使痊愈也会留下永久的疤痕。历史上，许多最高统治者死于天花，例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一世、法国国王路易15、俄国彼得二世、中国清朝的顺治同治皇帝、日本的后光明、东山和孝明天皇。人们很早就发现，得了天花后幸存的人对天花具有永久免疫力。因此，在牛痘出现以前，中国、印度、土耳其都有人曾用症状较轻的患者身上的豆浆感染健康人，试图获得免疫。只是这个方法过于危险，违背道德，没有大规模使用。18世纪，英国医生詹纳偶然发现挤奶工人似乎对天花免疫。他猜测可能是牛感染天花后，其豆浆的毒性减弱，因此传染给人后的牛痘不会致命，却能让人获得免疫力。他的推测完全符合现代免疫学原理，尽管当时人们还不知道病毒。实际上，牛痘预防天花属于歪打正着。牛痘病毒和天花病毒虽然同属痘病毒，却是2个不同的物种。牛痘的预防接种被证明安全有效。1850年代，英国立法强制接种。1950年，美国也通过法律规定国家有权利强制接种疫苗。到了1960年代，在发达的欧美国家，天花已经不再是威胁。接种牛痘的不良反应已经超过了可能带来的好处，但在一些贫穷地区，天花仍然威胁着生命。1959年，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在全球根除天花。天花病毒非常稳定，没有无症状的携带者，并且人类是唯一宿主。这些特性使根除天花成为可能。1980年，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，自然界的天花已从地球上消失。因此，1980年以后出生的人，绝大多数没有接种牛痘。目前，全世界只有个别实验室还保留着天花病毒样品，用于科学研究。消灭天花的成功表明，各国家的合作能为疾病的防控带来显著效果。1974年，世界卫生组织开始推动普及6种疫苗，来保护儿童免于6种可预防的传染病：麻疹、脊髓灰质炎、轮状病毒导致的腹泻、百日咳、破伤风和结核病。麻疹是麻疹病毒引起的呼吸道疾病，传染性极强，多发于1到5岁。直到今天，全球每年仍有100万儿童死于麻疹，大多数来自发展中国家。麻疹疫苗是减活病毒，从60年代诞生起，挽救了无数生命。在疫苗广泛使用前，90%的人10岁前都感染过麻疹。营养不良、拥挤的居住环境、免疫系统疾病是麻疹致死致残的危险因素。在不发达国家，儿童麻疹的死亡率达到5%到10%。1962年，美国开始用疫苗之前，有50万人患有麻疹，到1983年降到1500人。1990年，由于疫苗接种率减少，麻疹病例数已上升到3万例。由于麻疹的高传染性，疫苗接种率要达到93%以上才能形成群体免疫，有效阻断麻疹传播。因此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，只要没有麻疹疫苗的禁忌症，所有人都应该接种疫苗。目前，麻疹疫苗常和其他疫苗联合使用，比如常用的3联疫苗，就是麻疹、风疹和腮腺炎疫苗。风疹又叫德国麻疹，对儿童的威胁没有麻疹严重，但是对孕妇很危险，可导致畸形和流产。阿加莎的小说《破镜谋杀案》中就讲述了因多年前的风疹感染引发的一系列命案，最后还是马普尔小姐大显身手破了案。
小儿麻痹症曾是令人恐惧的儿童流行病。脊髓灰质炎病毒侵入神经系统，可导致瘫痪甚至死亡。即使没有那么严重，感染后遗症也会在体内遗留数十年。不仅儿童，成人也会感染这种病毒。罗斯福总统在39岁时患上脊髓灰质炎，导致腰部以下瘫痪。当然，这并没有影响他成为一个伟大的总统。脊髓灰质炎病毒有3个亚型，这使疫苗的生产更加复杂。1953年，索尔克开发的灭活疫苗很快被大众接受，后来又开发出可以口服的减活病毒疫苗。6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可能还记得小时候吃的糖丸。上世纪50年代，疫苗生产的监管远没有今天严格。卡特实验室生产的灭活疫苗里混入了活病毒，造成了一场波及上万人的脊髓灰质炎大流行。1955年，20万人接种了含有活病毒的卡特疫苗，7万人出现肌无力症状，200人瘫痪，10人死亡。1958年，法院判决卡特公司有罪并赔偿受害人。这个判决也提出了一个疑问：谁应当为疫苗伤害承担责任？是制药公司、政府还是公众？卡特公司的辩护者认为，这一先例会影响制药公司研发和生产疫苗的动力。1986年，美国制定了《国家儿童疫苗伤害法》，对于因接种免费疫苗而产生严重不良反应的受害者，由政府赔偿。目前，多数国家规定儿童应接种的基础疫苗包括麻疹、风疹、腮腺炎、水痘、脊髓灰质炎、腹泻、百日咳、破伤风、结核病、白喉、乙肝、肺炎链球菌疫苗和流感嗜血杆菌疫苗。疫苗的本质是用和病原体外表相似的大分子刺激免疫系统，产生针对这种疾病的抗体。当真的病原体侵入人体，免疫系统就可以立即调集已有的抗体及免疫细胞，杀灭病原体。疫苗可以是灭活的，也可以是减活病毒疫苗，前者更安全，但免疫效果不如后者。而减活疫苗能更有效地建立免疫，但本身是病毒，有潜在风险，对特别幼小或免疫低下的人危险更高。因此，许多国家针对这些易感儿童有免疫豁免。对这些孩子，最好的保护就是健康适龄儿童都接种疫苗，形成群体免疫，阻断传染病的流行。然而，群体免疫需要很高的接种率才能形成。20世纪末以来，反疫苗活动愈演愈烈，有些社区接种率的下降已使群体免疫失败，对公众健康形成了严重威胁。反对疫苗的声音从疫苗诞生之日就有了。牛痘接种刚出现时，就有反对者宣称接种牛痘会让人头上长角。反对派来源众多，有宗教团体、自然主义者，他们认为传染病是自然过程，上帝的意志，儿童应通过自然过程获得免疫，不应该人为干涉。上天安排的还不够你臭屁的啊！反对者中有社会理论家认为，疫苗抹杀了阶级区分，使国家忽视传染病的社会根源，不利于社会改革。也有人相信，疫苗造成了儿童自闭症和其他疾病，尽管没有任何经得起检验的证据。还有因个人价值观的不同而反对疫苗的，他们和今天美国反对戴口罩的人一样，反对的是听从权威的意见以及政府强制接种，认为是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侵害。当然，这是愚蠢和不负责任的。拒绝接种疫苗的家长，则多数是相信了疫苗不良反应的夸大和虚假宣传。由于疫苗的成功普及，阻断了这些传染病的大规模流行，大多数人对疫苗能预防的传染病没有直观感受。他们往往低估传染病的危害，错误地认为这些疾病都能得到治疗，并高估疫苗的副作用。对个体最有利的当然是其他人都打疫苗，形成群体免疫，自己的孩子得到群体免疫的好处，却不会有任何疫苗的副作用。如果人人都这么聪明，也就没有群体免疫。因此，对特定传染病，许多国家采取强制接种，为的是消灭这个疾病，造福整个社会。也因此，基础疫苗在绝大多数国家都是政府免费提供，而疫苗的质量应该是人类科技水平能达到的最高标准。对疫苗造成的损害，也应该由国家赔偿。